小薇，分手后一直没再联系，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，也不知道我过得算好还是不好。好像有些变化，又好像没什么变化。相识、恋爱、分手，似乎对我们都毫无改变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普普通通的活着，又竭力想证明自己并不普通，结果就是验证，我们的确很普通。我知道你把我拉黑了、删除了，你说过，对前任也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，就是拉黑加删除，记得次序啊。先删除就没有办法拉黑了，拉黑不删除，万一哪一天脑子突然进水了又给拉回来了，那就是给自己添堵。今天普普通通的今天，忽然想起你，可是小薇，我找不到你。流速太慢，粉至少多了2克，压粉力度又大。这杯会苦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咖啡啊，那哥们儿应该是个新手，我看他冲了好几杯，流速都不对，不是酸就是苦。啊，前面你问的问题我都听见了。杨振辉30岁，摩羯座，B 型血，没房，但是有一辆2手车。不过前面那哥们儿开的奥迪你都看不上，那我这辆你肯定也看不上。我呢是个做视频的，算 KOL， 目前勉强10来万粉，收入不太稳定，好的时候1、2万，不好的时候1、2千。到目前为止我只用了1分半，你还有6分钟可以休息休息，我出去抽根烟啊。这是你的策略吗？又不是在酒吧搭讪，策什么略？那你为什么来相亲啊？啊，这玩意儿听说好多年了，很想来尝试一下。最近工作不太顺，得减减压。你拿相亲压力这么大的事儿来解压？我也没想到啊，谈恋爱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儿，谁知道这儿的气氛跟面试似的。不过我要是和我的女朋友在这种场合下认识，以后回忆起来也应该也挺无聊的。那你以前跟你女朋友认识的时候很浪漫吗？磅礴大雨，他在路边打不到车。我骑着一辆川崎忍者路过，我问他要不要送你？说不定我不是坏人。说不定我是呢。那怎么分的？和相遇一样的突然。前面你都没问他们的过去，怎么对我感兴趣了？恕我直言，如果换做3年前，我会想跟你认识。实不相瞒，如果是3年前，我肯定觉得你很没意思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前女友呢？分多久了？快1年了，我应该去找他。还爱着？不是，我就是想问问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。给你个建议啊，7号不错，他是全场唯一一个在服务员加水时会抬头说谢谢。谢谢。袜子也是最干净的，有钱的人教养都不会太差，就是会无聊。2号有钱，穿得很普通，他没戴表，但2次抬手看，说明他平常是戴的，故意摘了。然后他刚刚掏手机的时候，钥匙掉出来，开的是个宾利。有钱的人装穷啊，说明是个鸡贼的人。你是游戏 KOL 吧？咱们加个微信，带我上分啊。我呢是做悬疑推理、案件分析视频的，真相背后的逻辑，你肯定不感兴趣。哦，
这杯流苏可以，味道应该不错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你前女友呢？通知你一声，分手了。我觉得你不配。再见。今天做头发去了，回来早的话会播，晚的话就明天见啦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，今天呢，大表妹将继续带你们打卡草绒市的美食。今天要去的是粉丝给我推荐的一家位于美食街的餐厅哦。欢迎新进大表妹直播间的宝宝们，粉丝给我推荐这家东西真的很不错。老规矩，来，家人们先吃哦。你看啊，咱们直播间的人数也一直在增长呢。富贵大表妹？你是我的粉丝吗？不是，之前我们见过，和小薇一起。谁？小薇，薇薇。家人们，有粉丝来线下了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大哥，你有事吗？我这得上班呢。是我杨正辉。去年你和小薇在花市一起直播，我陪着去的，咱们俩还一起吃了个饭。你也是做视频的了是吧？对，就是我。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小薇？她把我拉黑了，她的朋友我都不认识，我就想起你了。这我做啥呢？我和他又不熟，就一对做了一会儿直播，他应该有1年没播了吧？家人们，真的很好吃哦。你就帮我个忙，帮我联系一下她，好不好？她的微信名字就一个薇字啊。咱们吃完这个，要不要再来碗冰粉呢？据说啊，这家的冰粉也是特别的好吃哦。陶木姐，我也没办法哈。要不咱们俩加个微信，回头她回你的时候，你就告诉她我在找她。咱们直播间呀，是一个魔法杖卡房馆，一个气球卡威，一个火箭卡所有。帮朋友个忙也收钱。谢谢大大的2个气球，谢谢。先加微信，我用微信转你。我多转了一个气球，你让我看一眼他朋友圈。你偷偷看，啥也没个，近半年可见。他不可能半年不发朋友圈啊。不行，你去找找别人去吧，我得上班了哈。那你认不认识什么他熟的朋友吧？你前女友朋友圈看不到了，你都报警说她失踪啊？你前女友叫啥子？小薇。全名VIVILN 薇薇。真名、身份证上的名字，还有身份证号。不知道。你女朋友你不晓得叫啥子名字？哪家人？她是哪儿的？我好像也没问过她。好大年纪了？她说她24啊，但是女孩子也年纪这种事儿，你们也懂的，她不一定准的。她做啥子工作呢？主播，也是个拍短视频的。转了好久了？1年多。好了多久？2、3个月。你1年前跟一个不晓得叫啥子名字，不晓得搞么子的，不晓得家在哪儿，连她好大岁数都找不到的姑娘娃儿，跟她分手了，把你拉黑了。1年之后，你说她失踪了。我知道你们肯定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啊，但我真不是。我前女友很喜欢发朋友圈的，不可能半年什么都没有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你就因为这个报案？我知道我不像你们是专业的，但我也不是业余的。虽然听起来不太合理，但有时候咱们办案需要是靠直觉。咱们？你找不到他人，你问下他朋友呢？我找了呀，就是他朋友给我看的他朋友圈，要不然我都被拉黑了，我从哪儿找的疑点？那他朋友为啥子不报警呢？报警根本就不熟，我报什么警啊？因为他不回微信，我就得报警。我天天几百条粉丝的信息都不回，那我是不是要判刑了呀？警察叔叔，那个人的脑子就有病，他做那种推理探视频的，做台中做魔怔了吧？他是不是拿你们做视频内容呢？喂！
要咋子？你们要是觉得我吸毒了，你们就拿去检测啊。这是我身份证，我要报警。杨泽辉，有不得你前女友这个人都不好说，没得真实信息魔法的案喽。你到底是做啥子嘞？我是做悬疑推理案件视频分析的，真相背后的逻辑。像他那样热爱生活的人，在社交平台上彻底消失了，就像之前的突然分手一样，本来每天都会联系，有天没有给你任何理由，就消失不见了。即便当时可能接受了，但看到他留下的东西，还是会想起这件事，这个人。我不相信任何没有缘由的事情，无论是突然的分手，还是他的突然消失。想知道背后的逻辑，就只能去找到它。曾老师，下午的颁奖活动，你还得发表一个获奖感言，以及部分作品的主题阐述。我知道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啊，曾老师，他把您的作品打碎了，你看怎么办？算我的，不用他赔。好，快，来人，赶紧把这收拾一下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其实那是个残次品，我一直都想把它砸了，还得谢谢你啊。没问题，这批明天交给客户吧。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你这么有名，很好找的呀，曾杰老师。还是叫你曾杰大师。叫大师也显得我太老了吧？上次不小心打碎了你的作品，向您道歉啊。真的没关系，那就是个残次品。当时我出差，学生没注意就交给酒店了。其实我一直很想重新做一个，把它替换掉。可你说我又不方便到酒店直接把它给砸了，所以还是得谢谢你。我不懂啊，哪有残次？靠近底座左侧的部分有一个棕眼。什么是棕眼？就像橘子皮上的小孔，针眼大小。底座上谁能看见啊？但是我知道，曾老师是完美主义者。曾大师是。这里好有艺术感啊，是你自己设计的？有什么寓意吗？这只是一种表达而已。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如果太过直接，就会产生冲突。冲突呢，会产生破裂，所以冲突越大，破裂就越大。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通道也会变大，就像这堵墙一样，虽然它已经失去了完整的美感。失去美感，为什么还要做？因为这只是一种表达。人有审美，会被美和完整的东西吸引。可人也很残忍，消亡和
和毁灭同样会引起关注，所以有一个比美更令人心动的词，叫凄美。哦，这是制陶的过程吗？我只放了成品和制作这只杯子所需要的粘土。美的东西最初的样子，往往都很平庸。这么不起眼的一堆土，你能让它变得那么美，太厉害了！这个没有棕眼，没有，完美，趋于完美。这边是你工作的地方吗？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后，会很谨慎的交流，思想的成熟会让沟通变得更难，所以更多的时候，人会选择用不沟通来节约时间，或者说逃避烦恼。曾老师说话一定要这么有深度吗？如果我说话真的很有深度的话，你可能就听不懂了。你所听到的深度，是我选择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表达，因为我是老师嘛，所以我一定要有表达能力，不然我怎么教学生呢？怎么做你的学生？去考我的研究生啊，草原大学艺术系。不过，每年我只带3个，报考的过半。可以只跟你学做陶艺吗？这个是棕眼。为什么会有棕眼？在烧制过程当中，釉料不匀或者温度变化就会产生，通常还不到1毫米。那我算是残次品了。这个盘子是，你不是。你的眼里不是只有完美和残次品吗？趋于完美。那砸了吧。第一个作品是可以留下的。你的陶艺是在老李那儿学的，他那个培训班教单描。这你都能看出来？老李是我同学。哦，难怪，他们那挂有你的照片。他们用的粘土和我是在同一个地方买的。哦。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吃个饭？曾老师，我可没那么好约的。不过呢，我明晚有空，期待明晚吧。欢迎来到本期《真相背后的逻辑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灰灰。今天要讲的是一起杀妻碎尸案——康氏碎木机杀人案。1990年9月，大灰灰，康氏凯利来到。我们现在在看的视频，还是有点意思嘛。我可关注你了哈，我们现在好多同事都在看。不觉得我是神经病啊？神经肯定是神经，不过不神经，咋可能做这么好嘛？那你们现在能相信我说的不？相信你啥子哦？哦，前女友嘛。大灰灰，没得真实信息是没法立案的哦。哎，立德。呀，又来了，大灰灰。我在你们这儿是不是很红啊？先吃。吃了吧，我请你。你的事儿我听同事说了，你说你做了那么多视频分析，怎么就不懂呢？1年前的事儿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报什么案？再说，如果你前女友真有什么事儿的话，早有人反映了。你不能因为人家拉黑你，你就说人失踪了。李队，之前别，叫李德就行。
我虽然之前不知道我女朋友叫什么名字，但是我是了解她的呀。首先，她不可能半年不发朋友圈；其次，她是做直播和视频的，她已经1年多没直播了，视频也快1年没更新了。说不定人找了一个正经工作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做视频怎么就不正经？哦，我是说人要找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呢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们愿意看我视频分析那些奇案，是因为我是有逻辑的。逻辑的另一面就是真相。你们都愿意相信我的逻辑，为什么不相信真相？你是警察，当逻辑出现疑点时，找到真相就是你的使命。你别绕我，没错，我是警察，但你得有个案子给我吧？行，你说你前女友失踪了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人家叫啥？刘薇。哟，想起来了，我查的。我呢，先找到了他家，然后等等，你这都不知道你前女友住哪儿啊？我们这些江湖儿女都是租房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是去我那儿。后来我想起来有一次我送他回去，我就把手机里的叫车记录给找了出来。到了小区，我找到了他住的那栋楼。这公寓不错。哎呀，租的。再凭着记忆想起了楼层。我给你发的这个你没看过？哎，到了。你可真不容易啊！是啊，到了3楼我才想起来他住在哪个房间。哎，先别关门。你干啥子？你找哪个？非常幸运，房东正好在家。刘薇哦，搬走了。什么时候搬走的？年底，房子还没到期，提前1个月就搬走了。他有说他搬到哪儿去了吗？搬回老家了嘛。那他搬家的时候是自己来的吗？他没来，他是喊了几个朋友帮他搬的。他一直用微信跟我聊。这个女娃娃多好嘞，从来没有拖欠房租，搬回家哦，还用微信给我发了个红包，说是她没有空来打扫卫生，喊我自己去找个保洁。阿姨，你还有他的微信吗？能给我看一眼他的朋友圈吗？哎，有，等一下哈，我去给他搜一下哈。这就是第1个疑点，分钟可见，房东看不着很正常吧？不，疑点是搬家的时候他没有出现，也没找搬家公司。请朋友吃饭比找搬家公司还贵，还给200块钱红包，你这前女友是不太省钱。他要找了搬家公司，咱们就能查到他搬到哪儿去了。可是他找朋友搬的，根本就没法查。从头到尾，他和房东联系全是用微信，人没出现。咱们再说回老家啊，他跟我说过，他父母离婚又再婚，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老家，跟家里人都没联系的，他根本不可能回去啊。我们俩做个假设，假设他这个时候被人控制起来了。那别人拿他的手机也能做这些事情啊，房东就发现不了他失踪了。你这想象力是不是有点太丰富了？丰富的是我对细节的观察力和逻辑判断力。咱们再说第2个疑点。今天穿得这么装纯干什么呀？拍照啊！你才装纯呢。你怎么买了一个这么丑的盘子呀？丑吗？不丑吗？我做的。好看，真厉害啊！没想到你还会手工。这是陶艺，不过那是个残次品。残次？哪儿坏了？有踪眼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啊，那个女人头的左边还有裙角上有一个小洞。那是釉料不匀或者是温度变化产生的，这也不影响用啊。不完美啊！要那么完美干嘛呀？哎呀，跟你说这些都没有用，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完美。我有一个问题问你。你别问了，你根本就不懂得欣赏美。我不会欣赏。肤浅。这怎么就肤浅了呢？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，它凭什么要叫棕眼？它为什么不能叫真眼？还有，就这么点东西，它就不完美了，那得多矫情啊！这世界哪有那么多完美啊？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，跟你这个人也没什么可聊的，沟通太费劲了。
至于吗？找到眼就不完美了。你们江湖儿女聊天都这么高级吗？所以这疑点是在哪儿？他为什么要做这个？因为喜欢吗？肯定不可能的。他那个时间段直播不怎么样，拍的视频都是一些变装啊、美颜啊，播放量都不行。说白了就是没内容。他之所以要做这个，只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拍视频。这就是第二个疑点。得，你别做视频那方这给我卖关子，直接说行吗？他既然都学了，怎么着也拍一期关于陶艺的视频啊。但是他没有，就在他去年搬家的期间。他停播了，视频也停更了，说明去年11月份就是他失踪的时间，也就是你们分手拉黑的时间。我跟他是10月20号分的手，记得挺清楚的嘛。聊天记录我都留着呢。当然你别问我为什么留着啊，问就是我贱。通知你一声分手了，我觉得你不配，再见。说了3月才反应过来你不配，不容易啊。红色感叹号，你有病吧？红色感叹号，我去，手速够快的。我当时正忙着开团，忘了反拉黑他了。第二天我想起来，他可能是跟我闹别扭了，我就没去找他，等他回来找我呢。然后他这个人就消失了。然后1年后，你就想起来这姑娘了。我就是想问问，当初为什么要分手？就算是要分手，我觉得我们中间也缺了一句再见，当然也可以是一句滚啊。李队，你现在能相信我小薇是真的失踪了吧？我相信他是把你拉黑了。还有叫李德就行。哎呀，我也知道证据太少了，也没法相信我。你这根本就是没证据。起码这个现在就是个线索，我起码得查出来这个盘子是从哪儿来的吧？你想怎么做？这个东西多半他是从哪个陶艺培训班里学来的。我查了一下，整个市里有20-30家培训班，从他家开始定位，搜索附近的就是4家。一家一家去找啊？不用，有一家叫蛋苗的，别的都叫什么什么培训班，想都不用想，他肯定选这一家。可以啊，大灰灰，要不然去我们派出所上班吧？别闹了，你们还能看得上我？我一个做视频的小博主，又懂得没你多，还能要我？行吧，大灰灰，你但凡有任何证据，我肯定帮你。小时候，我问我妈我爸在哪儿，我妈说死了。后来从别人那知道，在我2岁的时候，他就去了国外，再没回来过。我妈她没有功夫管我，我就跟着外婆一起长大。外婆走了之后，我就再没家人了。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在寄宿学校，考大学时直接就选了远离老家的城市。所以不管本科、专科，不管什么专业，只要能离开，就挺好。过去的我，现在的我，都不是我喜欢的自己。我的生活，从来都是一滩烂泥。见到你后，我喜欢上了词。不是心血来潮，是真的喜欢，因为你让我看到，一滩烂泥也可以无与伦比。其实你懂得这个道理就够了，不用非得学会陶艺。你单身吗？单身不单身，主要看心情嘛。谈恋爱看心情啊。反正大部分人都不满意，只能看心情了呗。我和我现男友在一起，就纯粹是因为心情。哦。车呢？什么车？你的车啊，不是你叫的代驾吗？我叫的吗？你叫错了也得给钱啊。哎，你要不怕淋湿的话，我载你回去吧。
就这样在一起的？嗯。他也是做视频的，不过做的也不太好，所以有时候会坚持代驾。多久了？好久了，快3个月了。3个月，久吗？不久吗？如果你和一个人在一起，感觉过了很久，那说明很久以前就不想和他在一起了。好香啊！你还会在车里挂这些啊？有个老婆婆经常会在路边卖这个，每次遇到的时候就都会买了，就当是帮帮她吧。你好善良哦。曾老师，可以带我看看吗？看什么？哦，这就是让烂泥变得无与伦比的地方啊！烂泥从来都是烂泥，无与伦比的是泥的时候就无与伦比。那我没希望了，我只能是个残次品了。你不是残次品啊，过去的经历叫打磨。如果我也能走进去，烧掉过去所有不好的回忆，无与伦比的走出来，该多好！为什么没有椅子？我喜欢站着工作，因为坐下来会忍不住偷懒。那1楼为什么会有椅子？1楼更多是我和学生交流，嗯，这里是我自己工作的地方。那3楼呢？卧室和露台。工作晚了，我也会住在这儿。今天算不算太晚？啊，对了，我先分个手。不管重不重要，我现在单身了。不错。您好，老师。您好，有什么能帮到您的？您帮我看看这个盘子是在你们这儿做的吗？啊，是我们这儿做的，我们这儿体验课就做这个。那您看看，您认识这个女孩吗？很漂亮，但是没什么印象。我们这儿体验课的人很多，一般呢就来1次。她应该没有报名上课，不然的话我会有印象。您要不要体验体验？啊，体验。哇，好多陶瓷啊！可以，您先看一看。这怎么好多陶瓷上面都有棕眼啊？您懂啊，这有棕眼很正常。有棕眼不是有瑕疵的残次品吗？啊，谁说的？你们跟学生说的呀。哦，那你可能是误会了。这有一些大师他追求完美，所以受不了上面有棕眼，但一般情况下都是很正常的。那什么样的大师他受不了棕眼？大师嘛，就是特别厉害那种，艺术家级别的，拿过很多奖的。那你们这儿有这样的大师吗？考融大学的曾杰教授也是我们老板的同学，也是我们这儿的荣誉教授。他会来这儿给你们学生上课吗？会，只要有机会，他还是会过来指导一下的。
他手上这个盘子是？这就是曾大师的获奖作品，名家大作。我们这儿授课的时候都以临摹大师作品为主，所以我们的课程非常专业。您体验体验。体验。您刚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曾杰。为什么在一起啊？眼瞎了呗。我说正经的。你觉得你正经吗？我怎么不正经了？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相似的阶段，看得到未来，但走的都很难。我们的工作都是面对很多人，但面前就只有摄像机。我们都很孤独，但彼此都理解对方的孤独。你说这么正经，你不觉得肉麻啊？正好我们认识了呀，正好我们看彼此都不烦，正好都单身，正好我不用跟你解释，你也不用跟我解释咱俩是做什么的，正好你还能带我上分啊。咱俩认识那天，坐在你的车后座，觉得还挺有安全感的。哼，女人嘛，总是会被一些没有用的小细节所打动。其实你能给我什么安全感呢？我会找到你的。昨晚上为什么没有回我信息啊？在忙啊，看窑炉呢，哪有时间看手机啊？今天下午给你发信息也好久才回。那时候系里安排消防培训，我还被拉上去配合消防员演示火场逃生来着。那你应该跟他们坦白啊，你每天都在纵火，专业纵火。那能一样吗？火灾是毁灭，我可是造物。那我呢？我是灭火器。你是火源。那今天要不要把你给点了？今天不行哦，今天。行了行了，逗你呢。我今天也没有时间。曾教授，好忙的，我先走啦。奶花，奶花，
都给我吧，不用找了。谢谢。什么心都不要操，公司业务一切正常，基金那边也很稳定，你都不用管。你现在的任务啊，就是赶紧好起来。哎，趁你妈不在，给我抽根烟行吗？行啊。那。哇。我要说你，你别再把烟放在我面前来勾引我、考验我。我是有担当的男人，我死都不抽烟。哼！你爸这2天呐，又在跟我叨叨，想看见你们早点要个孩子。妈，我们现在都太忙了。他最近是不是经常不回家住啊？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他敢吗？你们结婚那会儿他是不敢，可这2年他越来越好，可就说不定了。年轻时你爸他也不敢，可这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赚钱了，他就敢了。妈，你就别说这些了。所以我说，你要想好好过，就得把他拴住，早点要个孩子。你们那个年代会这么做，我不会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又没什么事，我跟他彼此还是都很理解的。妈当然希望你们没事儿。孩子的事儿我不催你，自己想着点啊。知道了。实在没空做饭了，我订了外卖。好啊，吃什么都行。我今天去公司了，你又转了一笔钱去基金。是啊，现在文化产业发展前景这么好，未来啊，咱们公司的钱一大半你投到你的陶艺厂里，剩下的也基本上全转到基金了。光投资不赚钱吗？现在的陶艺订单越来越多，怎么能不赚钱呢？而且我们的基金也一直很稳健啊。你也一直都这么说，2年了，钱在哪儿？你别忘了，这些钱是我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赚来的，全投给公司了，利润呢？小玲，现在公司的前景非常的好，你要目光放得长远一些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。没错，是一家人，所以我爸妈信任你，把公司交给咱们俩。但你总得给家人一个交代吧？怎么就没有交代了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我作品的价值。价值？曾老师，曾大师，拿了好多奖，作品被人追捧，谁追捧啊？你那些贵的作品，哪一件不是用基金炒作起来的？还有那些奖。我要不是你老婆，我哪知道还会有那么多听都没听过的陶艺比赛？你每次参加比赛花多少钱？又是弄作品，又是飞国外，回来还得花钱找记者帮你宣传写稿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价值吗？你过分了啊！我怎么过分了？刚结婚的时候，你只是个大学老师，卡里连10万块都没有。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，我父母认可的也是你这个人。什么彩礼、房子、车这些，让你花过1分钱没有？你要当艺术家没问题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你。你要发展事业，我们全家也都支持你，支持到今天，你觉得我过分？你也算个男人。再给我说一遍。你还想动手是？白小云，告诉你，别给我用一种暴发户的思维去看问题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审美是有价值的，艺术是有价值的。我的事业，我的成就，我的价值，是你们那种有2个臭钱的家庭理解不了的。没有我家的臭钱，哪有你现在这些光环？艺术家，你现在跟那些打老婆的门道有什么区别？不想活就别过。好，你把我爸妈的钱还给我。
么不过。我还你什么钱？你父母的钱是放在公司的，公司的法人是你，股东也是你。我问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耍无赖是吧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哎，孙会长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哦，你说明天活动的事儿是吧？这我怎么可能忘了呢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准时到，没问题。明天的协会活动一定要盛装出席，别忘了。你是我曾大师的夫人。饭你就自己吃吧，一会儿我回工作室加班，明天下午2点再见。你知道全市全省全国有多少个叫刘威的吗？肯定比杨正辉多，但估计会比李德少点吧。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他。我明白。其实我挺高兴的，起码说明你已经相信了小薇真的出事了。我们那么草率，没有证据我也不相信他出事儿，除非你有什么线索。你忙活这么大半天，说说有什么收获？哎，我要是喝2杯酒，一会儿开车回去被交警给逮了，能不能把我放了？不用麻烦交警，我直接抓你就行。好不容易和人民警察把酒言欢，我还以为自己有点特权呢。我亲自抓你，不是还特权吗？这个盘子啊，就是在蛋苗艺术培训班做的，小薇上的体验课。蛋苗艺术培训班的体验课教的都是这个盘子，是模仿一位大师的作品，不是死了的大师啊，是活着的，还挺年轻。他是蛋苗老板的同学，草荣大学的教授，叫曾杰。蛋苗的人跟我说，他们基本上不会跟学生提综艺，体验课就更不会了。但是这个曾杰大师，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，他特别在乎尊严。到目前为止，追求完美、尊严这2个词，我也就听2个人说过，一个是小薇，另一个就是曾杰。所以你觉得刘威和曾杰有关系？曾杰在水源艺术村有一个工作室。2018年11月24号晚上，一场大火把他的工作室烧得一干二净，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和刘威分手的时间是10月20号，我在就在之后的1个月。小薇直播断播，视频停更，也就是火灾前后那几天。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。小薇跟我谈恋爱，偶然去了蛋苗做了这个盘子，偶然认识了曾杰，我啥也不是。曾杰，青年才俊，大学教授，陶艺大师。1个月后，曾杰的一场大火，小薇杳无音讯。你觉得这个逻辑背后有没有什么真相？你看你不说话了，说明你也怀疑了呀。我知道我这么做不符合程序，但你不觉得我的假设都是能说得通的吗？你都说了，是假设。你假设刘威与曾杰工作室的失火有关，但是一宗火灾都已经上新闻了，消防部门肯定是调查过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消防调查之中，对于骨骸的搜寻一向非常严谨，如果有问题，肯定会被发现的。要不这样，我仔细看一下官方的通报，来验证一下你的假设。您看一下，这张照片拍摄于11月24日的10点03分，那会儿所有聚会的人都在呢。你们经常这样举办聚会吗？哦，1、2个月一次吧，平时大家也都挺忙的。拍完这张照片不久后，我太太说累了，
想要先休息。然后我和朋友又聊了1个多小时，大概在11点30分左右结束。因为我的工作室是在水源艺术村，在那边叫车的话，车一般都会停到村口，所以我就送朋友们下楼出门，这样。那个时候，你有没有注意过碳盆啊？没有，这的确是我的疏忽。送完朋友之后，我就去看看窑炉的情况，正在检查时候，发现2楼起火了。那这么说，你看到的起火位置是在2楼？没错，我刚回到工作室的时候，1楼还没有火，我就跑去了2楼。2楼我平时会放一些书画这样的东西，也都是易燃品。我上去的时候，火已经没法扑了，我就直接又冲到了3楼。3楼的门是锁着的，我只能用力的拿脚踹，最后把门给踹开了，发现我太太并不在里边，这我才放心的去逃生。幸好我存了一些救生用品，于是我就裹上了防火毯，戴上了面罩，才跑了出去。不然，恐怕连我也跑不出去了。所以，起火的原因是炭盆。从我们目前调查来说，应该是这样的。炭盆离沙发太近了，而且沙发又是布艺，点着后迅速就会起火。再加上您的茶几上有非常多的酒，而且有2瓶呢，还是度数非常高的。朋友带了调酒用的生命之水，90多度，那基本上就是助燃剂了。这幸好您工作室离周围建筑还比较远，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嘛。哦，对。您这是？我要由衷的感谢你们。啊，其实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就已经……不，前段时间如果不是你们来我们学校做消防培训，我哪会准备防火毯这些逃生用品呢？况且这些东西我根本不会用，也是你们来培训的时候我才学会的。救火很重要，但教会了我了解火灾和自救方式也同样重要。曾教授，据说您的很多作品在这次火灾中都已经损坏了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是啊，不过文艺史上也有很多作品没能流传下来，但也不妨碍他们都留下来了。曾老师，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浴火重生的艺术大师。我们听说您要重建工作室，是要做的和以前一样？是的，这种重复并不是创作，而是我习惯了过去的工作方式。我相信您一定可以超越过去的自己。人通常不能超越过去的自己，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因为过去会阻碍未来。过去的荣耀会让人变得懒惰，变得失去锋利。我第一次获奖的作品是在20岁时做的，今天去看，我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够精细。可如果我70岁、80岁再拿出来看，或许会非常满意，觉得年轻时的自己尖锐、锋利，充满朝气。那是因为70、80岁的我已经提不起笔了，无法再创作了。所以这场火也是给我下了个决心。一会儿我也回市区，坐我车走吧。我准备去吃饭，你呢？我准备回家自己做一点东西吃。还会做饭？主要是在外面吃饭太贵了，而且我又挺爱吃的。那你最想吃的餐厅是哪家？那可太多了。我这边有一个专门的记事本，它上面存了好多我特别想去打卡的餐厅呢。那你导航吗？我导航？去哪儿啊？去你收藏店啊！你今天就别做了。可这些餐厅它太贵了。我请你。
请吧。我以前也是合租，不过住在郊区的农房里，没有条件住在城里。我住的房子也很老旧的，不过我在想，等我实习期过了，看争取换一个更好的小区。你是跟同学一起住吗？对，我同班同学。不过他这个月出差了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月让他帮我垫付了一下房费，还没给他。曾老师，微利贷还要还利息，我又不用，你以后直接还我就行了。不行，这我肯定不能收的。好啊，那你把我拉黑了吗？那更不行了。这样，以后你每个月介绍一家餐厅给我，然后我带你去吃，不过要吃满1年，不许重复。好，但是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给您的。好，等你收入高了再还给我。谢谢曾老师。我手机没电了，你家有充电器吧？到了。手机。哦，谢谢。曾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工作实在太忙了，都没有好好收拾。我应该先收拾好再请您过来的。你应该说，你很整洁，是你的室友太乱了。对，不是他乱。要喝点什么吗？其实你做一些艺术家的专访，对大众来讲还是窄众，不如做一些金融类的。草绒市的一些投资人啊、基金经理啊，跟我关系也都不错。你可以好好策划一下。谢谢曾老师。还叫我老师啊？我们车里有一根充电线，我看到。哦，那你怎么不提醒我呢？我都忘了。说不定那根坏了。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想找我的家人。阴阳两隔，你本不该来这里。你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别人看不见我，你能看见？我是鬼差。最近这个系列流量怎么样？一般，现在这帮做视频的人不创新也不会创新，谁火抄谁呗。就我现在这个刚有点起色，你去搜搜看，不知道几百个鬼差了。是，都难。走咋子？我记得你是草人大学学文学的啊？草人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曾杰，你知道吗？艺术学院里是个啥子陶艺大师？你认识？算认识嘛，他还群头加了我。有微信啊？啊，但是没咋联络过。名字后面怎么有炮仗？备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炮仗可以啥子嘛？炸呀！是噻，炸弹噻。
有创意啊！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呀？大灰灰寡碗，侮辱的这么直接啊！知足吧你，没给你加个 C 或者 Q 已经不错了，对你很尊重了。为什么给他备注渣男？哎，你想一下，我上他一节课，他可以跑到大群头找到我，然后加我，我得好好看哦。撩你了？发消息还要看艺术噻，我还没回，我的室友收到了一模一样的短信。哎，啥子意思哦？这还不渣？那是真渣。哎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咋没把他删了嘞？哎，你把他朋友圈给我看一眼。啊？已经删了，手删了。你手咋那么痒哦？你手才痒，啥子嘛？我留到过年说。你找他干子嘛？没什么，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人。他，青年教授，热爱撩妹，陶艺大师，喜欢接受采访，就这些噻。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接受采访？偶尔刷到他的朋友圈，发的全是自己的新闻跟访谈，相当自恋。采访曾老师，您没有预约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想面对艺术家最直接的状态。啊，曾老师出差了。啊，这么不巧啊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估计还要3、4天吧。啊。哎，这个就是窑炉吧？哦，对，我们这儿的瓷器都是用这个炉子烧制的。看起来还挺先进啊。电脑控温，算是目前最先进的了。哦。哎。是不是把陶瓷直接放进去就行了？烧瓷的关键就是烧，火候把控是最重要的。曾老师对作品非常上心，每次都会亲自守着，监控温度，整夜的不休息。整夜这么久啊？所以老师常说，每一件作品都来之不易。这个炉子能烧到几百度啊？曾老师做的都是高温瓷器，要达到1200度以上。1200度？强弩灰飞烟灭呀！窑炉使用明火，但都在炉子内部，外面用隔火石棉材料封闭起来，只留下几个测温用的窥火口，整体是很安全的。哎，听说你们这儿之前失过火？那跟窑炉没关系，是2楼取暖的炭盆把沙发点了。那窑炉没烧坏吧？毕竟这玩意儿能烧到1200多度呢。老师是个完美主义者。窑炉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它怎么可能容得了瑕疵呢？据说曾老师忍受不了棕眼啊。老师一向追求完美。曾老师的作品是不是都要求完美？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趋于？对。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，完美是一种追求。哎，你这个人就是没有追求。是不是有好多姑娘仰慕你们曾老师啊？当然，曾老师又年轻又有才华，姑娘，你是哪家媒体的？我就随便问，你放心，这种东西不会随便写进去的。曾老师有妻子，而且他们很恩爱。那是不是有好多女的经常来曾老师的工作室一起搞艺术什么的？他重要？他们让你出来，你打他噻，瓜兮兮的。大爷，你认识这个曾杰老师吧？烧窑的，认得到啊，还是艺术大师。乱说，啥子烧窑的？人家是陶瓷，懂都不懂硬是。晓得哦，去年子他屋头烧了把火，屋头烧得精光，啥都不剩了。
那你知道为什么着火吗？天天玩火，玩火要燃料。你别瞎胡说八道，他脑子有病！人家消防队都说了，是炭盆把沙发点了。赶紧了，赶紧了！哎，那他平常经常都在这儿吧？天天都在这儿，还在这过夜。他是有家的，有家天天不回去，有是不是有问题哇？那他带女人来过吗？天天带，经常带。那边的学生多得很，里面有女的也不奇怪噻。那你们见过他带的女的长什么样吗？可哟。近视年轻人漂亮得很。哎呦，乱说！你看他带人过来，是开着车来的，还不止一次哦。大爷大妈，你们看看，你们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认得到，今天早上他们两个还来了呢。那大爷，您的脑子……你不要听他乱说，如果有问题，哎呀，这个是他老婆的吗？不是，我认得。这个是他们家的保姆，打扫卫生、做饭的。还不要你吃你娃。三位。哎呀，大爷大妈，我吃饭了。吃饭了，吃饭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走了，慢点，好嘞，好嘞。谢谢您啊，这要不是您陪他们打牌，他们说不定跑哪去了。他们这是上岁数，脑子不太好使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脑子都不记事儿了，说的话你也能信？我没信啊，但他们的说法佐证了曾杰一定经常往工作室带女人。他要是没带的话，这些脑子不好的大爷大妈怎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呢？等下，哎，你在查案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和一个成年人说的不一样，你信谁的？一个脑子不好的人或者一个神经病和一个正常人说的不一样，你又信谁的？而且啊，我问他学生的时候，他学生立马反问我是哪家媒体的。这曾杰在男女方面一定没有那么检点，要不然他学生不会这么警觉的。这就是你的推断和臆想。这就是我的推断，你可以反驳我的逻辑啊。行，就算是曾杰私生活有问题，经常带女生出入工作室，但你是怎么推断曾杰和刘威的交集？他学生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老师常说的是趋于完美。刘威也跟你说过？对啊，我们能得到的只有趋于完美。就在他做了那个陶瓷盘子之后，哎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啊，追求完美，尊严，如今又多了一句趋于完美。这就是一句普通的话，谁都说得出来。这是一句普通的话，但你仔细想想，你真的能说得出口吗？这不是证据。我从来没说是证据，只是推理。哎，好，给我来2瓶啤酒啊！我今儿没开车。咱们再说说火灾。我问过，炭盆这么不小心啊？老师其实一向很注意用户安全的。那天因为和几个朋友在2楼的画室聚会，送朋友们离开，又去看窑炉里的瓷器，就在旁边守着，结果忘了回2楼把炭盆熄灭了。说到底还是老师太过认真，痴迷创作的缘故。炭盆点着了沙发，这合理吗？这炭盆又不是垃圾桶，随便踢一脚就能踢到沙发边上的东西。而且他们当时在聚会，沙发上不可能空着不坐人啊，那炭盆怎么会靠近沙发呢？只能是有人故意挪过去的。谁会挪？谁有这个动机？这个人只能是曾杰。听说曾老师新建了一个和以前一样的工作室。对，老师说习惯之前的设计了。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。那个位置我看了，我也问了他是学生，就算整个房子都烧了，也对这个窑炉不会有什么影响。但是他还是换了一个全新的。我认为啊，这根本就不是因为追求完美，他这分明就是销毁作案工具。这一场大火就是为了掩盖凶案现场。所以你的推断是，曾杰杀害了刘威，投入窑炉进行焚烧，再之后人为制造了一场火灾，焚尸灭迹。这窑炉内部能烧到1200多度，这么高的温度足够把人烧成灰，烧得什么都不剩。但是他不放心啊，所以他需要一场大火，把所有隐患全部烧掉。逻辑合理。我问了他是学生，他学生说，
火灾发生后，曾杰第一时间就戴上了防火面具，披上防火毯，逃了出去。而这些东西啊，是事发前不久，曾杰刚刚拿到工作室去的。准备充分，蓄谋而为。你看，你也这么认为了吧？但是大灰灰，你觉不觉得这一切都可能是巧合？你信啊？炭炉距离沙发很近，但并不是完全贴着。因为当时有炭盆，所以2楼开了窗子。人们走了之后，风把毯子吹起，撩到了炭盆上。更换窑炉是因为窑炉的外部被高温辐射到了，会导致内部温控的不精确。曾杰是对艺术创作要求很高的人，所以他必须更换一个更稳定的设备。火灾前的1个月，曾杰被学校安排参加消防培训，还被叫上台与消防员一起进行示范。培训之后，消防局发了逃生的装备，他带回了工作室。如果按照你的推理的话，那岂不是消防局要和他一起演戏？你确定？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曾杰工作室烧毁的那些艺术品值多少钱吗？几百万。里边有获奖的作品，还有一些待交付的瓷器。如果真的是蓄谋作案的话，他干嘛不把这些提前运走？你的分析的确挺有说服力的，网络上有非常详细的报道，我是逐字逐句看过的。如果有问题，绝对会发现。李导，你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疑点。什么疑点？你为什么会仔细看那个官方的通报？还不是因为你？那是因为你跟我一样都相信小薇失踪了。他失踪的太彻底了，很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曾杰工作室的火灾和小薇失踪的时间正好在同一个区间内，你也怀疑小薇是不是死在了曾杰那儿？这是我的推断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上回我开车你不让我喝酒，今天你也开了。等曾杰回来，我还要去找他一趟。曾杰有杀刘威的动机吗？他有老婆呀。出轨这种事儿犯得着杀人吗？再怎么说，他也是有大好前程的精英吧。意外杀人、错手杀人、冲动杀人，可能性多了去了。你认为刘威和曾杰一定有关系？大哥，那小薇认识曾杰以后就跟我分手了，为什么呀？难道是因为我审美不够，耽误他做陶瓷盘子呀？那以你对刘威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逼曾杰离婚吗？我不清楚。你也知道，其实我和小薇没那么熟。哎呀，大灰灰，你也是个重感情的人。真不是，我都快忘了他了。其实已经忘了，就是突然想起，突然发现他不见了。要是他现在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管他过得好还是不好，只要人还在，我都会默默滚蛋的。前面放我下车吧。干嘛？这儿离我家不远，吃多了，走2步。手机没电怎么也不扫个充电宝啊？关机了怎么扫？我最后一点电，不都发你定位了吗？你那个定位都是错的，要不是我眼尖，哪能发现得了你呢？那是我长得好看好吗？看不见我是你瞎。对，来，要不买个这个吧，你以后带着它一定特别醒目。我真好看，戴什么都好看。对，那你也来一个呗，这个吧。好看好看。想想挺可怕的，如果手机丢了，就谁都找不到了，跟失踪了差不多。不会的，我肯定能找着你。你怎么找啊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还能找到一个你了？你就是个做视频的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个神探呢。我是不是神探，我都能找着你。你有病啊！非得带个绿的，
不是你让我带的吗？不准带。行。等我们分手后，绝对不会让你找到我的。要是分手了，那一定是我不去找你。只要我找，我就一定能找到。哈，你试试，你试试，你试试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喂，回来了，这么快？恭喜曾杰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带。放这就行了，我自己收。怎么样？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。来过一位记者，想要采访您。哪家？他没说，而且没有预约，直接来的，说是想看看艺术家的日常状态是什么样的。现在的记者可真够不容易的，这种方式都想得出来。他没留联系方式，就说过几天再来。他要做什么类型的访谈啊？也没说，就闲聊了几句。哦，他提到了去年的火灾。火灾？已经过了1年多了，怎么还有人提火灾的事儿？而且他还很八卦，问是不是有很多女人来找你。你怎么说的？我什么都没说。知道了。恭喜曾杰老师拿到本次大赛的最高荣誉，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这套作品的创作理念吧。不乱、不困、不畏、不念，都代表着什么？亲爱的，昨天都是我不好，最近压力太大了，脾气也控制不住。好龙广播现为大家播报最新天气预报：今天夜间到明天阴转多云，偏东风3到4。还在生气啊？亲爱的，你去看看今天的活动，再看看我现在的地位，真的不用担心。你老公就是最好、最优质的潜力股。的确，目前公司还没有到达完全盈利的状态，可一切的运转都是良性的。基金用来投艺术品，亲爱的，你不相信我的审美和影响力吗？我爸妈不懂这些，只懂看余额，我总得让他们放心吧。怎么让他们放心啊？投资艺术领域本来就是有周期的，急也没有用。等拿到了收益，他们不就不急了？那你总得让他们拿到吧。这样，你先让他们拿到一部分，让我爸安心一些。医生也说了，情绪对他的病情影响很大。一部分？多少？我爸前后投到公司的大概有2500万，先拿回个1000万吧。这么多？这样亏的就大了。亏就亏吧，都是我们家族的财产，怎么能说亏就亏呢？那是我爸努力了一辈子赚来的钱，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刚刚我也跟你说，姐，你当初要钱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支持你。现在我想让我爸妈安心一点，拿回一部分他们当初给你的钱，回来只是一部分，连一半都不到。你做不到是吗？不是做不到，是这样做徒增无谓的损失，有意义吗？开慢点儿，开这么快干嘛？损失就损失，反正本来也都是我家的钱。慢点，白小玲，你疯了！你开这么快！好，白小玲，都听你的，最近就安排好吗？这件事多久？
基金不是银行存款，你去提款机上按个密码它就出来，它总是需要时间的呀。多久？40天，40个工作日。好。白小玲，你是不是？我没疯，我非常冷静，而且很理智。靠边停车，我打车回工作室。40个工作日对吧？今天是10月22号，那就年底之前，怎么也够了吧？够了。忙完了，来我公司吧。这都几点了，你不吃饭呀？上座，上座啊！小玲，我今天随便点了点啊。直接说是我喝茶。好，行，来，喝茶喝茶。哎，你们公司的财务呢？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公司是你的，但是大部分资产呢，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投出去了。张爷，我不至于连这些都不知道。我找你就是想听听你有没有解决方案。是，你看别着急，就是作为律师吧。要找律师，我早就找了。找你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来，先吃一块鱼。哎，你不喜欢吃鱼皮，哎，弄掉啊。小梁，你找不到合适的律师，你找我，是因为你相信我。是，咱们呢是老同学。那要不是因为你这次遇见的事儿，你怎么能想起我这个老同学呢？上学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女神，我是你的备胎。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是这些年呢，我一直都在努力，读研、读博。现在呢，我是一个律所的合伙人。你知道，你结婚的时候我有多沮丧吗？我沮丧的原因是因为我以为自己进步的速度太慢，追不上你。谁知道你后来嫁给一个穷小子，哼！哎，你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你发了个信息，让你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吧？你连信息都没回我。很抱歉，张烨，但感情的事，你知道是没有办法的。确实，我的婚姻出了问题，但我不能后悔当初的选择，因为是我自己选的。选择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会有今天。如果当时我选择的是别人，或是你，不知道是不是我还会走到今天。说正事儿，你要是现在离婚，财产肯定包。在不确定你先生是不是有过错的情况下，我知道净身出户的条件。法律没有净身出户的规定，法律只有对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权的规定，婚姻法第46条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要离婚，就要分1半财产给他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记得你家很有钱，你应该不会在乎我那点共同财产吧？没错，我家是有钱，但我爸才2年生病了，他的生意我不懂，也不感兴趣，所以把那几个厂子都给卖掉了。所有的钱都投到公司里了吗？你先生没学过金融吗？他的手法非常的专业啊。小梁，我多问一句啊，你为什么要离婚啊？你不会外面有人了吧？
没有，他有，应该没有。你们不爱了？说专业问题吧，张烨，除了让我损失一半财产，你还能给我什么建议？重婚肯定没有。家庭暴力这个很难取证，现在看应该也没有。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不至于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。你先生这么煞费苦心地设计你们家的财产，说明他是个贪财的人。他经常在外面抛头露面，说明他并不低调。一个男人追名逐利，怎么可能不爱女色呢？所以去找出这个证据，只有抓住这个证据，才可能有胜算。当然，我说的是胜算，并不是绝对。手机解锁。取证呢，我帮不了你。我认识专攻这类官司的律师，你可以去找他试试。除了这一步，别无选择了是吗？要保钱，就保不住体面。麻烦给个5星好评吧。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给你一个专业律师的建议，就是不要纠结。他谁啊？曾教授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哪家媒体啊？自媒体，做视频的，粉丝有100多万。啊，了不起，叫什么？艺术背后的逻辑。这名字挺有意思，怎么称呼啊？叫我大灰灰就行。到那边说。小心啊！哦。你就一个人录啊？也不收音打光。哦，这个设备足够了。我们做视频的都这样。你放心啊，这个视频制成之后会在您的审核以后再发放的。这个杯子是曾教授的作品吧？啊，学生作业，我会留下一些说得过去的。哦，学生的作品都这么漂亮，曾教授好厉害啊！听说您这间工作室是火灾之后重建的。你来找我做采访，想必之前一定做过准备。之前工作室火灾和灾后重建都是有新闻报道的，还有电视台来做过专访。浴火重生的大师，我看到过。所以有关于火灾的问题，就不用再问我了，我已经回答过很多次了。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再浪费时间。那曾教授在校外有做过培训班吗？你是觉得我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吗？以您的名气，要是做培训班的话，那应该能挣。那我的名气很快就会被耗尽。现在本科课我都不怎么带了，主要就带几个研究生。你认识刘威吗？
谁？刘薇，或者说小薇。女的？女的。我没有叫刘薇的学生。她可能不是你的学生，但你指导过她。你是觉得我会随便指导一个是谁都记不住的人？这个是你指导的作品吧？可能吗？连初学者的水平都不如。蛋苗你知道吧？老板是我同学，我当然知道啊。你没去那里指导过学生？从水平上来讲，真的去指导，也只可能指导他们的老板。可是蛋苗里边挂着你的照片，台球厅里也挂着丁俊晖的照片啊。你是不是来找我做访谈的？仔细看看，你认识他们？你到底找我做什么？你认识他，对吧？不认识，而且就算认识又怎么了？如果你再这么胡搅蛮缠，就请你离开。失踪了。他失踪了，你可以报警啊。他失踪的日子和你工作室起火的时间正好吻合。他做的，对，在蛋苗做的，是的。唐代周访的簪花仕女图，早年我有一组获奖作品，就是从中得到的灵感。之后也有很多学陶艺的在模仿这组作品，很可惜，去年火灾的时候，我的那一套被毁掉。不过网上可以找到图片。我看到过，也做过比对。他叫什么？小薇，对吧？他失踪了，他还留下了在蛋苗做过的模仿我作品的一个盘子。蛋苗里挂着我的照片，老板是我同学，所以你认为我跟他也是认识的。然后我去年工作室发生火灾的时间和他失踪的时间基本吻合，所以你认为他的失踪和我有关。或者再直接一点，你认为我就是那个凶手，我杀了那个小薇，然后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工作室，毁尸灭迹。这个是不是你所谓真相背后的逻辑啊？艺术的背后是灵感和沉淀，艺术背后的逻辑这个名字听起来太过哗众取宠了。而且你才10来万粉啊，你是不是没有内容可做，过来没事找事儿的？说实话，我不懂你这些案件分析的故事，可是我起码懂得常识。我工作室是去年11月份发生的火灾，今天是9月30号，已经快1年了。1年前失踪的人，当时你不找，现在来找。再说了，您是警察吗？做这个盘子的材料是用高岭土瓷泥、透明釉，跟蛋苗用的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同一家原料供应商。整个草绒市绝大部分做陶艺的用的材料也都差不多，就好比每一家饭店都有白米饭是一样的。这个盘子上有棕眼，还了解过烧瓷啊？其实棕眼呢，对于初学者来讲是不做要求的，就好比这个盘子，它的拉胚、上色都不合格，所以有没有棕眼真的不重要。大灰灰先生，我想我们可以结束这一次对话了，因为对你我来讲，这都是一次非常没有意义和营养的交谈。
我对你做的工作不了解，有意思吗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我没有选择，因为我不想朝9晚5的上班，不想拿很低的薪水，不想为了高薪忙碌不堪，也不想找个有钱人过那种依附于他的生活。我不喜欢早起，喜欢晚睡，不想辛苦，又不想彻底摆烂。做直播也好，做视频也好，只是我逃避现实的选择。当然了，我也幻想着，万一有一天我红了爆了，我就能赚很多的钱。如果我有一大笔钱，我就可以有一阵子不用恐慌，不用担忧了，我就可以好好想想自己，想想如何让自己彻彻底底的改变。你想怎么改变啊？我还没想好，我这种人就是烂泥。直到此刻，你让我相信，烂泥也可以无与伦比。所以你男朋友也是这样？前男友，他做视频内容的，他很用心，收集素材、剪辑视频，还要自己编曲配乐。他一直坚持更新，坚持积累粉丝，不过也没什么用，看不到什么希望。他做什么视频啊？真相背后的逻辑，谁能看清楚真相，有没有逻辑，谁在意啊？过0点了，希望我睡着，还是希望我走啊？我希望你能留下。还有，你从来都不是烂泥。你这么有魅力的男人，一定有很多女人喜欢，会有很多女人愿意被你拿下。他们和我有什么不同吗？你很不同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但我真的觉得你很了解我。你做的很多事情，是我希望你做的。你说的很多话是我想要听到的，这很难得。红颜知己啊！我不喜欢这个词，但的确就是这样。如果我是为了接近你，故意演成你喜欢的样子呢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子？看来他真的了解你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喜欢上你了，好像我就该喜欢你这样的人一样。虽然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好男人。我怎么就不是了呢？你当然不是。说，按你给的方法和你老公认识了。你按我的要求把事情做好，这些过程不用跟我说。你不想听啊？好啊，那等做完了，我再详细汇报给你。你最好抓紧时间，不要拖太久。放心吧，说不定你老公比你还着急呢。取证呢，我帮不了你。我认识专攻这类官司的律师，你可以去找他试试。喂，张野介绍找你。张野？哦，明白明白，离婚诉讼是吧？怎么称呼啊？喂，说话呀，别不好意思，要查老公是吧？我觉得手放下面比较好。哎，咱们休息会儿啊。没办法，我这公司年会要求这个合伙人啊，
都得表演个节目，我就找个老师练一练，每天下班都得来做呀。有事就说。你找我推荐的那人，打通了不好意思说就挂了，他们就来问问我是什么情况。你找我就是跟我说这个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嗨，2件事。第一件呢，是一个巧合，我上网搜索你先生，想知道有什么发现吗？学校论坛前天刚好挂了一个帖子，你先生在商场接了一个姑娘，2个人去了一个比较贵的餐厅，没吃饭，打包了一些菜走了，去了水源村的工作室，待了大概不到1个小时吧，这姑娘就叫车走了。这应该不是他的学生吧？谁让你调查我先生的？应该也不是同事吧？张烨，你凭什么做这些？也不像是事业伙伴之类的。我在问你。我说了，这是一个巧合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不止这些。22号晚上他没回家吧？23号上午他去了学校，中午带了另外一个姑娘，傍晚才离开。坐。这些照片呢，一个妻子拿着去跟丈夫吵架还行，但是想作为打离婚官司，还想让对方放弃财产的证据呢，肯定是没戏。但这些照片呢，可以证明你先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成功人士，对姑娘的喜好，尤其是年轻姑娘的喜好，非常正常。工作室是你先生经常带姑娘去的地方，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用摄像头把它拍下来作为证据。查你先生在公共场合下的行为我可以做，偷拍呢我就没法做了。但作为妻子的你，可以，你可以买一个防盗之类的摄像头。第2件呢？这第2件嘛，这个音乐还记得吗？直接说是。我记得你大2那年的元旦晚会，你跟一个男生跳舞，用的就是这个音乐。这么多年，我都忘不了。请你挑一个。调查这些要多少钱？什么钱不钱的呀？啊，这些你都不用管啊。请你不要再干涉我的家事了。这种案子非常复杂，取证困难，厘定纠缠，胜算不大。一般的律师呢，肯定是不喜欢接的。如果你觉得我对你有什么企图的话，你真看低我了。如果说有想法，那是10几年前的事情，是青春的回忆，仅仅是回忆。我想接这个案子的出发点只有一个，即使我得不到你，我也不想看到你被别的男人毁了。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。上次我没跟你说实话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曾姐在外面有些事情，所以我会打你留给我的那个电话。你还在犹豫，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去查他？调查了又怎样？就算你有心帮我找的那些照片又怎样？你说了，这些只能用来吵架，根本没法做证据。你还说了，我的情况非常复杂，取证、厘定胜算，这些都是我从没经历过的。
这些都是我的领域。你确定能赢吗？你确定能让曾杰1分钱都拿不到吗？你不能。这场官司从一开始我就站在失败的一方。如果不打，你连赢的机会都没有。我有什么机会？张烨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怎么做是我的事情，我只请你不要再管我的事，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。我知道我劝你也不听，但是千万别跟他谈判啊，让他提前有防备，后面就更麻烦了。你要需要的话，随时联系我啊。我们正在全力的抢救，人保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的腿是否能保住，我不敢确定。所以这场火也是给我下了个决心。曾老师，我们这次访谈的主题是采访出来了，刚出来。我们听说你要重建工作室，姚德花是要做的和以前一样。是的，这种重复并不是创选一个废墟做采访，你也真的想得出来。我相信哎，你一定可以超越。这个记者长得不错，他是不是也敬仰浴火重生的曾大师？而是因为过去会阻碍未来。一个实习生，小女孩而已，没什么味道的。我不是小女孩吗？我第一次获奖你是圣人。是在20岁时做的，今天去看，我会觉得有很多地方做的都不够精细。我听说火灾开始的时候，你没有立刻逃跑，而是从院子跑到3楼去踹门找你老婆。听谁说的？水源村发生火灾后就都传开了。你老婆在医院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去陪她？买了吃的，晚上给她送过去吧。不过她也未必会吃，她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。那你要陪她跨年吗？你不是让我陪你跨年吗？好啊，那我陪你去医院，等你演完不离不弃的丈夫，我们去吃饭，跨年。最近我爸又开始逼我了。逼你什么？出国留学。其实站在你爸的角度来看，草荣大学校长的女儿，是该有个留学经历的。所以他还是为了他自己啊。小时候他跟我妈离婚，也没管过我教育。现在想起来，让我有个好学历，得他长脸，凭什么？也是为了你未来好吗？你想想，现在你在大学里有个闲职，
可你再仔细想想，未来真的没有什么晋升空间的。谢谢啊，我才不想要这个闲职呢。刚毕业就跟退了休一样，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我就不会干了。你把你老婆丢在医院，会有负罪感吗？不是刚刚去看过她吗？她真可怜，被你这样的人骗到手，嫁给你之前应该擦亮眼的。你怎么这么喜欢提她？可能是因为嫉妒吧。在没见到她之前，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黄脸婆。直到去年，校宴上你带她来了，她可是所有老婆里最美的。如果不是因为你说你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我怎么可能让你撩到我？以前我就和你讲过了，我和她的感情早都已经破裂了，我爱的只有你。你不用跟我说这个，我根本没想过影响你的生活。只是现在。而现在，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却有着不完美的婚姻，你心里是不是很难接受？是不是很想摆脱？的确会很难受。我们都很不幸，这样的婚姻，就好像一个瓷器上有了一个宗眼。即便其他地方都是完美的，可有了宗眼，便有了瑕疵。有了瑕疵，那就是残次品，而残次品没有价值。瞧你真不容易。这外面噼里啪啦的，今天跨年，我今天约了好多朋友一起玩，结果临出门前刷到了一篇你先生的采访，我就合计给你发个信息，你也没回，打电话呢你给我挂了，我就有那么一点点担心。这儿挺好，这儿。2年前我骨折的时候住的也是这儿，贵是贵点，但是环境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花都没有，没事，我带了。很香，很新鲜。我现在这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活该？我来之前吧，就做了一个猜测，我想你先生应该不会陪你跨年。当然，他要是在的话，我在门口看一眼我就走。但是我猜对了。哎，正常。过年这么浪漫的日子，他能错过吗？我看那个新闻说你出事是12月27号，是吧？新闻报道的事情，你问我干嘛？上次我们见完面，你就跟你先生谈了？我只是想让他把我爸妈投在基金里的一部分钱还回来，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是方式错了。当时我就劝你，但是我知道你多半是不会听我的。你这样直接跟他说，他会有防备的。而且，我没想到他能这么狠。你什么意思？麦小玲，你觉得你现在这样跟他没有关系吗？曾杰要弄死你啊！不是这样的，我就是因为意外。当然是意外，如果不是意外的话，他现在就进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
我来呢，就是想听你说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案子像蓄意谋杀。张烨，你真的想多了。我知道你关心我，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离婚，什么财产，我都不想了。我只希望我的。我很感谢你，这个时候还能来看我，还想着帮我，但我不需要了。我把你删了，请你撵在同学一场，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认命了，白小玲，这不是你啊！我确实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。你的伤很严重。这跟他没关系，纯粹的意外。我也不说什么你需要我的时候随时联系我的话呢。新年快乐！